大家好，我叫曹宇芬，今天我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星期连续5天中使用 shadowing 以后的效果，提高 shadowing 效果的一些技巧。然后我也想要给那些想要把这个学习语言方式纳入到他们自己学习语言的方案当中的学生们给一些建议。Lila Farley 也提供了另外一个能够进一步增进 shadowing 这个学习方式的效果的一个步骤。你一个星期需要连续5天或者7天，就是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偏好。你每天都会听同一个资料，有可能是一个播客或者什么传播节目，甚至电视节目，但是每天你需要听大概20分钟的一个资料，就是要看你喜欢什么。然后你每天都会听同一个环节，就是然后他自己推荐是这个环节应该持续大概20分钟。因此我为了今天的节目就挑选20分钟的一个心理学节目，然后每天都会听同一个环节。接下来我就会讲一讲我每天的进展是什么。我进行 parodying 这个学习方式的第1天以后的感受是，我就感觉我整个脑洞都打开了，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好像你完全听不懂这些博主在讲什么。等一下来说明外出生的你没办法完全抓紧每一个词汇的意思，然后因为你是在同一个时间听并说，有时候你自己声音就会怎么说呢，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你自己声音上面来。然后因为其实如果你的那个口腔没有习惯用这个语言表达你自己，或者你的语速没有那么快的话，我靠，你知道吗？我觉得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好像这些博主的语速比我快多了，我怎么跟得上他们的节奏？然后你没办法，你就需要停下来，就听几句话，然后再开始做你的 parody。我就感觉第2天和第1天的感受是差不多，但是我觉得第2天我更加能够去把我听不懂或者不认识的词汇领出来，然后其实我慢慢开始记忆下来那些我不懂的词汇，这个很重要。心障碍我觉得就是在收听有意义的，对于我们收听有意义的，对吗？然后中间我就拿出来我的电脑，把那些生词记下来，然后在一个词典下面把生词输入进去，就看哪个出来的结果，才发现其实这个英文的意思是什么。第3天的感受，我觉得是最好的、最爽的那一天，真的是，我就感觉好像我第2天和第1天当中的那些听到的词汇已经变得比较清楚，然后我跟那个节目的框架已经比较熟悉，我就知道每一个环节当中他们所讲到的内容应该是什么，我能够预期每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已经跟这些生词比较熟悉，所以说我在那个节目当中听到这些词汇的时候，他们讲的话就会起一种增强记忆力的作用。那我就感觉第4天和第5天的感受是差不多，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也想要提及到，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你整个脑子真的很累，你就会感觉在中间我就是想休息一次，我觉得你可以的，你可以休息，但是我自己这个人的态度是坚持下来，对吗？那其实第4天和第5天，我已经和这个整个心理学节目完全熟悉，我知道在每一个环节当中他们会讲到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在我日常对话当中能够把这个句话纳入进去，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会说明你完全学到一些知识。在节目前面的部分当中所讲到的内容还是比较快，但是到第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 OK， 我可以的，没事，我就会坚持下来。就这样，我就会继续一边听一边说出来他们所讲到的话。接下来我觉得我想要讲到这个视频当中最重要的内容，那些就是增进你用这个 parodying 方式的效率的一些技巧，对吗？但是我开始讲这个环节以前，我都是想要稍微提醒一下，如果你喜欢跟中国有关的话题，或者一些跟学习中文有关的内容的话，你可以给我留言，你也可以持续关注我的频道啊，谢谢大家。那技巧
来了。第一个技巧是前面几轮当中，你需要把一个电脑拿出来，然后把那些你听到并不太熟悉的生词记下来，后来你就会把这些生词和相应的翻译输出到你自己偏好的那个间隔重复系统里面来。你第一天以后需要复习呢？为什么？因为其实为什么我们每天都会听同一个节目呢？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增强那个记忆力和生词和新说法之间的连接。如果你没有拿出你的电脑，然后在下面去查一下这些生词对应的意思是什么，那你这个就是有点像你在一个黑暗房间中就是摸索一下，你就不知道这些生词是什么。如果你想要达到最好的效果的话，那你肯定需要查一下这些生词的翻译是什么。第二个技巧是你开始进行这个 shadowing 方式以前，你还是需要选好你自己想要用的字要，对吗？但是你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你需要考虑到自己目前的语言水平有多高。如果这些字要超过你目前的水平的话，那你就会感觉很灰心，很沮丧。你要评估你自己的水平，然后选择相应的一些字要。然后如果你还是感觉这些字要对我来说太快，他们所用的语速或者你完全跟不上这些人的节奏，在这些情况之下，你可以在那个屏幕上面选择那个减速的功能，调整一下那个语速，慢慢的加速，慢慢习惯听到就是这些人正常的语速。第三个技巧是，我靠，其实我第一天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戴上耳机，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如果你一直都在听你自己的声音，然后在同一个时间你也是在听那个节目当中的博主所讲的话，你就会转移你自己的注意力。但是在后期剪辑过程当中，听到我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我还是发现了我有好多发音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戴上耳机所产生的结果。你要就是怎么说，权衡利弊，对吗？利弊还是弊利？我最是利弊。我自己思路就是这样，在没有戴上耳机的情况之下，我没有听清楚这个博主说的是什么，我就感觉好像我一直都在失去好多信息，但是我一直都在模仿这些人的说话，然后他们的发音和声调，所以我觉得我失去的一些好处并不多。所以说我很建议人家，如果你想要进行 shadowing 的话，我觉得你需要戴上耳机。我想给你讲一讲的第四个技巧是，你需要对你自己忍耐，具有比较耐心的态度对待你自己。因为你在做这个 shadowing 的方式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现在我没有一种native speaker 的语速或者他们的语言能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比较正常的情况，这个就是理所当然的，对吗？我们还是算是 not native speakers， 对吗？那现在我就会讲一讲我对于 shadowing 方式和这前5天当中进行 shadowing 方式以后的反思。那我就感觉相比于其他学习语言的方式，我就感觉shadowing 也有自己的好处，也有一些有所不同。与此同时，我觉得反复听同一个节目好几次，总比单一一次听这个节目带来的效果和好处还要多得多。不管情况是什么，如果你的一个节目听好几次的话，那你肯定会从一个节目当中得到最多的好处。你肯定需要至少听2遍，或者3次，或者4次。我需要强调重复和模仿的重要性。在没有进行 shadowing 这个学法之下，我觉得我不会那么的积极的去抓到我所听到的生词，或者一些新说法，或者一些语法。一般来讲，你在听一些资料或者你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的时候，你就会慢慢享受在你前面显示出来的内容，对吗？这个是最正常的情况。但是就是你是具有比较积极的态度去进行这个学法的话，那你就会更加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把你所听到的生词记下来，然后你就会，因为你就知道明天我起床了就会进行同一个过程。所以说现在如果我想要达到最好的效果，我需要现在去复习这些生词。由此可见，这样的学法就会让你从一个比较
较被动的状态，过渡到一种比较积极的学习状态。我想说，最近我已经丧失对于学习汉语的动力。我开始进行这个挑战的时候，我后来发现了，哇，其实我还是有好多需要进步的地方。我现在的感觉是我重新找出了我对于学习汉语的动力，那其实是我最大的收获。总体来讲，没有试过 shadowing 的人，我觉得至少一次应该试一下。然后，如果你不太感冒的话，那就算了吧。你可以去找一找你自己最喜欢的学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很鼓励、很建议你去试一下，然后你就会知道你对于这个学法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频道的话，你对于中国文化或者中文本身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给我留言。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你可以持续关注我的频道。谢谢大家，下次再见。